定亲第5年，孟慈君依旧不愿娶我。第一次拒绝我，他说王上正重用他，怎能贪于情爱？这话在理，我点点头，又等2年。第二次拒绝我，他说王后尚未定，臣子怎好先成家？我生了气，觉得这王上好不讲理，我都等成老姑娘了，竟还不许孟慈君娶我。我和孟慈君吵了一架，赌气离家，却在水边救下一个寻短见的士官。选秀的良家子逃了一个，王士官愁得要跳水。进宫就能见到王上吗？王士官瞧见我未盘的发，未开的脸，欣喜地点点头。那是自然，您要是得脸，夜夜都能见到王上。那成，我点点头，挽起裙裾，上了邮币车。见了那个王上，我倒要好好问问他，怎么就不许孟慈君娶我呢？姑娘，你走了，奴婢怎么和孟公子交差啊？小桃急了。我想了想，掀开帘子，挥了挥手。你就和孟慈君说，阿武还在生他的气，今天不回去吃晚饭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帘子放下，王士官上下打量我，赞叹道：姑娘这面相，贵不可言啊。我摆摆手，这样的客套话我早听腻了。当初在山里猎兔子，我救了孟慈君一命，就听他那个相面的祖母说过，这丫头极贵，极贵的面相。我本想用孟慈君的救命针换来一罐细盐，或是换来一卷好锦，就因为这一句话，好吗？细盐没了，好锦也没了。孟家祖母让我和孟慈君定了亲，说等交了礼数，挑个好日子，就让孟慈君跟我成亲。我想了想，也行，成亲也行，毕竟大泽乡没人看得上我这个野姑娘。而阿爹病重时，又说最遗憾的事是没看我嫁人。可孟慈君总是很忙，没空娶我。我们婚事定下的第1年，他说王上忽然重用他，怎能耽于情爱？这话在理，我点点头，等了2年。第3年，他说王后悬而未定，臣子怎好先成家？我生了气，觉得他效忠的王上好不讲理，我都等成老姑娘了，怎么还不许孟慈君娶我？直到今早我生辰，孟慈君还要去宫里为王后挑丰厚大典的礼服。我想和孟慈君闹一闹，我叉着腰将王上列祖列宗都骂了个遍。可孟慈君性子淡漠，他只是倦怠地看了我一眼，出门前还丢下一句：这次是上吊、跳水还是离家？别耍花招了。不管怎么闹，晚饭前回来陪祖母吃饭，我就不与你计较。想到这，我心里委屈，一低头，眼圈红了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是说钟姑娘伤心是了？王士官忙递给我一张帕子，我不好意思叫他看见，转过头去看帘子上的流苏，闷闷地说：阿武不伤心，阿武没有伤心事。呸！孟慈君这次可不一样了，我才不会像从前那样窝囊，一个人哭到天黑，又因为肚子实在饿，就灰溜溜地回孟家。我要去你最在意的王上面前告你的状。姑娘今日进宫，奴才明日就写信送去姑娘家中，好叫家人放心。不用不用，小桃会和她说的。可是姑娘离家，家人不会着急吗？我摇摇头，孟慈君才不会着急呢。上次我赌气离家1日，晚上饿着肚子窝囊的回来，我是想要他哄一哄我的，就说：孟慈君，今天阿武离家出走了。孟慈君正看书，连头也不曾抬一下。是吗？既然离家出走，那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又回来了呢？因为大泽乡离这里太远了，阿武没有东西吃，饿着肚子走了好久，也没找到回家的路，所以这次我离家，他也不会着急的。那就不必跟他说了，免得他以为我在要挟他。等我跟王上告了状，孟慈君上朝后，我就跟他一起回去。可王上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会不会偏袒孟慈君啊？王士官笑呵呵地看着我，王上是极人笑的，也很怜恤底下的奴才。我才不信呢，要是这样，他怎么不许孟慈君娶妻？你又干嘛要跳水寻死呢？王士官心虚的不敢看我。我大概猜到了，王上是个很虚伪又很好面的人。这样的王上会帮着我说话吗？那王伯伯，王上喜欢什么样的人呀？我想讨好那个王上，好让他偏一偏心。猜到我的心事，王士官了然一笑。谁也不知道王上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，
这些年太后为王上费尽心思，平民家的女儿，公侯家的姑娘，太后族中贵女，这些王上都喜欢。王士官讳莫如深地摇摇头，这些王上一个也不喜欢。我咬着芦苇杆子，出神地望着天上的大雁，心里有几分没底了。青葱马喝够了水，打了个响鼻，蹭了蹭我的脸。就算心里没底，阿武总要试一试。就像阿爹从前教过阿武编渔网时说过的，世上的东西都是可以学的，不要说阿武不会，要说阿武愿意学。从前孟慈君讨厌我举止无状，不懂礼节，连袍子都穿不好，可阿武愿意学，也学得很快。后来祖母也夸我礼行得好，袍子穿得漂亮呢。如果王上不喜欢阿武，那阿武就学着让王上喜欢吗？风吹着水边的芦苇摇啊摇，我很快又高兴起来了。风摇动树影，王士官望向我的目光不掩慈爱与欣赏。奴才并不精补酸忘气之术，相面也大多不准的，可奴才觉得王上一定会喜欢阿武姑娘。阿武姑娘上了别人的马车，奴婢拦不住啊。小桃忐忑地看着孟慈君，拦他做什么？让他去。孟慈君厌烦地揉了揉眉心，做你的事去，若是祖母问起来，就说他身子不适，早早睡下了。阿武来孟家5年，离家出走的戏码闹了2次，这一次学聪明了，买通了小桃，还说上了别人的马车，编得有鼻子有眼，也算有长进了。灯花爆了2下，引得孟慈君无端去想，近日会有什么好事要到。第一件好事，自然是自己年少爱慕的温娘，昨日为自己逃了选秀。今早自己谎称帮着王上挑选礼服，实则为了安置温娘，忙碌了1日。温娘与阿武自然不一样，温娘出身高贵，不能怠慢了她。别院匆匆翻新了一遍，伺候她的婢女要挑本分尽心的，衣袍寝具亦应要最好最精美的。温娘坐在床边，一双眼眸含泪看着自己，几次欲说还休。此君哥哥，当年的情谊还作数吗？温娘不愿入宫为妃，可慈君哥哥又有了未婚妻，温娘心里实在不安。阿武怎么配跟他比？这5年里，自己寻遍各种借口，将他们的婚事一拖再拖，是希望他自己识相，自己收拾东西滚回大泽乡。如果这次阿武真的走了，那就是2件好事。但阿武不识相，1年前他也赌气离家出走过，可装都装不像，衣服不带，银钱不拿，路银也没，诚心演给自己看罢了。也就祖母信以为真，心疼得睡不着觉，急得自己也要跟着下人出去找。果然不必找，他装不下去，自己走回来了，不知道去哪里淘气了，他的鞋袜和裙子都是湿的，还沾了不少泥。自己正看书，实在懒得抬眼多看他一眼。阿武委委屈屈地说，孟慈君，今天阿武离家出走了，所以呢，他的事情自己从不在意。就像从前出游，他兴冲冲指着一棵树，说只有这种叶子吹的哨子，大雁能听得懂。见他一身乡野气，周遭同游的公子淑女就挤眉弄眼，痴痴地笑，害自己丢尽了脸。后来祖母问阿武怎么这么狼狈，他说阿武不是故意弄脏裙子的，阿武不知道王兜的河那么长，饿着肚子走了好远也没找到家，不怪河长，怪他是蠢货，大路不走，沿着河边走。不过上次离家出走饿了肚子，这次该长记性了，晚饭前总会回来的，给他盛一碗放着吧。天色一点点黑下来，阿武的那碗饭放到冒冷气了，可他还是没有回来。丫鬟没有眼力，要将饭收拾下去，收起来等着晚上热一热，省得他这个麻烦精半夜回来惊动祖母，又要人起火烧饭。不知为何，孟慈君总是心不在焉，平时一目十行的他，怎么手上的书看了半日，还迟迟没有翻过一页。门轻轻敲了2下，孟慈君有自己也不曾察觉的欣喜，却扬怒道，什么时辰了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公子是奴才，不是阿武，是下人松烟。厨娘来问公子饿不饿，那饭要不要热一热？不热了，吃一碗冷饭冷死他算了，把饭并着小炉子放书房外头吧。炉子送来时，外头淅淅沥沥下了雨。
连风也大了，吹得墙上灯影轻轻晃了一下。不知明日上朝，王上是否要担心秋训？他知道自己该想一想，王上若问起秋训，他要如何应答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孟慈君总忍不住想，马凡京这次回来，裙子和鞋子八成又是湿的。灯烛昏昏欲尽时，孟慈君才写完明日的奏折。最后一字落笔时，门被推开，吹进半室水汽。果然如自己所料，他装不下去，湿着身子淋雨回来了。阿武站在门外，挽起裙子，赤裸着脚，露出一截小腿，正如自己第一次见他那样。他毫不犹豫撕下裙摆，为自己包扎，露出一截小腿，让自己眼睛不知该往哪里放。眼前的阿武纯然懵懂，不知男女大防，像湿着眼睛的羊犊，像山鬼最小的女儿。他清洁地跳进自己怀里，勾着脖子歪头看他，连撒娇的声音也是带着雾气。孟慈君，阿武离家出走了，鬼使神差的，自己竟然伸手将他搂在怀里。桌上写完的奏折都被风吹散在地上，他素日引以为傲的一手好字也被水汽阴湿了成墨团，已经分辨不出写的是什么了。这场秋雨实在缠绵恼人，好像不将他全身淋湿便不肯罢休。孟慈君猛地惊醒，一室静谧，烛火煌煌，奏折整齐，字迹端方，没有阴湿，没有写完，就像阿武也不曾回来。阿武姑娘是有事要求王上？是。我忽然留了个心眼，王伯伯，您认识孟慈君吗？自然认识，孟大人可是王上近侍，王上对他亲言有加呢，若有大事必然传召进宫的。王士官笑道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。阿武姑娘，不论是想为家中族亲谋个爵位，还是有冤要诉，一定等王上喜欢你以后再提。王士官左右瞧了瞧，低声说，也一定不要让太后知道，太后最忌讳这个了。我赶紧点点头，一定等王上喜欢我，我再告状，要他给我和孟慈君赐婚。采桑宫的周姑姑带我换了衣裳，涂了脂粉，又给我腰上系上一枚小玉，这玉绝对不能弄坏，更不可弄丢。周姑姑认真叮嘱我，要是弄丢了，姑娘就见不到王上了。打扮好的，我从房间里跑出来一瞧，有10几个跟我打扮一模一样的姑娘。我想了想，立刻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。孟慈君下朝的时候，也有好些人跟她穿一样的衣服呢。我往采桑宫外瞧，却看见孟慈君的背影，她好像有神。坏了，定是捉我来了。我急了，恰好碰见王士官，忙拉住他，指了指孟慈君，王伯伯，我要见王上，我有很要紧的事。王士官有几分为难，却看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。不哭啊，孩子，王上要见孟大人，挑选王后礼服的纹样呢。对，所以我得赶紧过去。王士官忽然明白了什么，意味深长地问我，私闯王上寝宫可是杀头的罪，阿武姑娘是要赌一把吗？我用力点点头，当然要赌，赌我跑得够快，能抢在孟慈君前面告状。罢了，我这条命也是姑娘给的。王士官终于叹了口气，给我指了一条小路，穿过那片扶桑，是王上沐浴的汤池，那里连着王上的寝宫，前头是死路还是富贵，都看姑娘的造化了。我跑过扶桑花丛，跑过雾气袅袅的温池，看见金碧辉煌的王宫里，影影幢幢的沙幕后，坐着一个玄色衣袍的男人。王上，那位王上正要回头，宫人已经跪地禀报孟大人求见。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，却看见好大的一个香笼，我忙躲进了香笼里，悄悄听外头的动静。王上回头看了一眼香笼，似乎怀疑自己方才听错了，转头道，传。孟慈君恭恭敬敬跪在阶下，行了礼。吾平时少见慈君风尘仆仆的样子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臣要成家了，昨日收拾采买，才知道成亲竟然如此繁琐。我心里一喜，孟慈君要娶我了。我高兴的要从香笼里蹦出去，拉着孟慈君回家。可孟慈君又说了，还有一件叫臣焦心的事，臣的妹妹走丢了。孟慈君还有个妹妹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昨日家妹和婢女出游，那婢女愚钝不知护主，家妹心思单纯，被那拐子拐了去，至今还不知下落。
他说的妹妹该不会是我吧？那他要娶谁呀？我一时顾不上想这些了。香笼里装的都是衣服，热得我脸上的脂粉都花了。不过也不要紧，臣已经命家仆去查访，如今要紧的是还是王后的礼服。我察觉到孟慈君的目光落在了我藏身的香笼上。孟慈君一步步朝我藏身处走来，我急得直冒汗，却在他的手落下前，王上的声音在身后笑道：不必看了，吾没有心仪的纹样，选哪件都是一样的。孟慈君的手收了回来，我松了口气。今日无事，慈君回罢。王上想了想，又道：既然慈君诸事缠身，吾准你3日的假。孟慈君连声谢恩，退了下去。王上真的很喜欢孟慈君，听说他有事就允了假。出来吧。我藏在香笼里，左右看看，寂静空旷的寝殿只有王上一个人。他在和我说话吗？我不敢出去。忽然纱幕撩起，香笼被打开，眼前人一身玄色衣袍，眉眼温温含笑。香笼里不热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慌忙从香笼中出来，学着孟慈君行礼的样子，却因为腿麻了跌坐在地上。腰上周姑姑叮嘱我的玉佩也自腰上滑出去，摔成2半，眼尖玉碎了，我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袖子一擦眼泪，连刚换的衣服都脏了。完了，阿武完了，阿武的亲事也完了。阿武再也见不到王上了，王上再也不会喜欢阿武了。吾吓到你了？王上捡起那半枚碎掉的玉佩递给我，我摇摇头，沮丧地坐在地上，闷闷不乐。您没有吓到我。周姑姑说玉坏了就不能见到您了，衣服也脏了，阿武没有新衣服穿了。看见我身上的衣服，碎掉的玉佩，王上略想了想，那只要有新的玉佩戴，有新衣服穿，阿武就不哭了。王上笑得温煦，他自腰间解下一枚凤凰纹样的玉佩放到我手上，又指了指香笼，那里的衣服，阿武挑一件喜欢的穿吧。待我换了衣服，王士官听见传召，忙进殿来，看见我腰上的凤凰佩，身上穿的衣服，王士官哆嗦着跪在地上。王上，恕奴才多嘴，是否太过草率？太后那里？王上置若罔闻地摆摆手，指了指我哭过的脸，笑道：王宝，你瞧他哭的样子像什么？王士官战战兢兢抬起头瞧了我一眼，也乐了，像个小花猫。当夜我就不去采桑宫中住了。王上没有骗我，他说只要我不哭，以后日日都能见到他。宫人为我洗沐熏香，周姑姑喜笑颜开，用一条丝帛将我的头发松松系着，那丝帛凉凉滑滑的，扫过脖梗，总引得我笑。左看右看，周姑姑又觉得少了些什么，将我的领口也松了松。这领口低一些，再低些，王上肯定喜欢。大殿烛火黄黄，照见王上的眉眼，好看又温柔。听王宝说阿武是大泽乡来的。王上微微一笑，大泽乡是很好的地方，从前吾被毒蛇咬伤，本以为不能活了，大泽乡的猎户送了草药来，才好起来。王上也知道大泽乡。我忘记了告状的事情，立马坐直了身子。大泽乡有很多毒蛇，但是阿武的爹爹抓蛇很厉害，阿武也不怕蛇。要是王上再被蛇咬了也不怕，阿武认识治蛇毒的药，会给王上送来的。王上噙着笑，耐心听我说着。从前我也想和孟慈君说一说大泽乡的故事，说大泽乡山里的瘴气是紫色的，还有骑着赤豹的山鬼，说阿爹教我吹的夜哨，连天上的大雁都愿意飞下来听。说从前我在山里迷了路，阿爹教我只要沿着水边一直走，就能找到山脚下的家。可是这些孟慈君从来不会听，他只会冷冷丢下一句：既然大泽乡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赖在这里不回去？但是王上不会。我说岂能让大雁也飞下来听的哨子？王上说他也很想听一听呢。说了这么些，阿武累不累？王上喜欢听，阿武可以说一整夜呢。王上一怔，偏了偏头，宠溺的笑。那我也可以听阿武说一整夜。侍奉的工人却听得困了，往香炉里添了一把香。那香烧得我浑身作热，我扯开了系发的丝帛。王上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又滑向我微敞的领口。那香烧得浓了，王上温柔如水的眼眸一点点幽深起来，
像寂静水潭下可以溺死人的深渊，像扶桑花丛后藏着要咬住猎物喉管的豹子。阿武，王上低沉的声音唤我，伸出了手。我贴近王上，仰头看他，想为自己讨一点赏。阿武陪您聊了这么久，那王上有喜欢阿武一点吗？听我这么问，王上幽深的眸子微微一怔，泪手也落在我头上。王上摸了摸我的头，笑道：有。我心里高兴，忙说：那阿武要睡啦，王上也快回去睡吧。王上想听，阿武明天再给王上讲故事。工人眼神复杂，想说点什么。王上不以为意地笑笑：吾喜欢阿武这样，不许叫人拘束了他。工人连声诺诺。看王上的觉年远了，王士官叹了口气：小祖宗，您用命换来王上垂怜，如今怎么又不肯留一留王上了？万一王上生了气，再不肯来了。不会的，王上说了，明日还会来听阿武讲故事呢。周姑姑悄悄踢了王士官一脚：你懂什么？我瞧王上倒是喜欢得紧呢，只怕太后未必会喜欢阿武姑娘呢。吾倒要看看你给王上选了什么个妖精，一见面就把王上迷住了，连凤凰佩都给了他。王宝跪在阶下，冷汗浸湿了后背。珠帘后，王太后斜睨了眼王宝，冷笑道：定是世家培养的，将来保不齐外戚之患。说罢，是姬姓女还是魏姓女？是大泽乡猎户捡到养带的女儿，才选入宫时，那女子孤身一人，入宫这些日，连父母族亲都没有人过问。王宝觉得此时太后的沉默有一丝尴尬，定是满眼的狐媚。吾倒要瞧瞧，人在哪？在采桑宫。太后叫撵到时，采桑宫的良家们收拾行李，正要回乡。我也在收拾自己的衣服。王上说今后我要去蒹葭宫中常住了，都抬起头，叫吾瞧瞧是哪个。众人跪地，抬起脸。王太后冷笑：是这个吧？眼烧到有些风情，瞧着便不是个安生的。王宝擦了擦汗：禀太后，不是他。没人敢笑王太后。王太后不自在地轻咳一声，又扫一眼，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顺手指了指我：这个看着乖叫，倒还顺眼一点，这个也留下来。王上的后宫怎么能只有一个妖精？王宝觉得自己命不长了，他战战兢兢地伏跪在地上，哆嗦着说：禀太后，王上选的人就是他。王太后寝宫中静得连炉中香木烧裂的声音都能听见。吾不想同你说话，快滚下去吧。我看了看桌上的茶点，小声说：太后想和阿武说话。你说什么？王太后厌恶地瞧了我一眼：滚下去，吾没什么可和你说的。那阿武想和太后说话。阿武昨天和王上说了许多话，都是关于大泽乡的，阿武也可以说给太后听。说来听听。当王上下朝匆匆赶来时，就听见我说到骑着赤豹的山鬼娘娘。阿爹说山鬼姑娘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，可是阿武后来也上山，都迷了好几次路，也没见到阿爹说的山鬼娘娘。太后听得晃了神：你叫什么？阿武？这也是爹爹取的名字。他说捡到阿武的时候，阿武总哭，后来阿爹学豹子啊呜啊呜的叫，阿武就笑了，所以就取名叫阿武。那你阿爹呢？7年前阿爹就病死了。我说到伤心处，又要掉眼泪了。珠帘后，太后沉默了半晌，迟迟没有开口。是王上闯了进来，见我好端端坐着，吃着茶点，才松了口气。阿武性子憨直，还望母后不要怪罪，吾又不会吃了他。太后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摆了摆手：吾听了半日也乏了，你们走吧。我与王上回蒹葭宫时，天上的星子零落，晚风带着秋日的凉气吹在脸上，叫人心里有一点点惆怅。阿武怎么知道母后想跟你聊天呢？太后桌子上放了2份点心，连茶也煮上了，阿武都闻到了，可香了。我机灵地眨眨眼，从前家里来了讨厌的客人，别说茶，阿爹连水也不煮呢。王上忽然一笑，像是松了口气。阿武多陪母后说说话，母后也喜欢听阿武讲大泽乡的事情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母后年轻时也是驯过豹子的。王上笑一笑，那是一只赤色豹子，除了那位驯服他的大泽乡猎户，就只听他的话。原来太后这么厉害呀。是呀，
母后是很厉害的人。那太后驯服的那只赤豹呢？那位猎户呢？王上忽然很落寞地笑一笑。后来那豹子被父王养在鹿院中，失了自由绝食而死，再也没能回去大泽。阿武失踪半月，孟慈军依旧一点线索没有。祖母急得病倒，哭着要孟慈军去找。你知道阿武性子单纯，什么都不懂，要是被人拐到娼馆，或是卖去做奴隶，他怎么活？没有出城，没人见过，阿武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孟慈军焦心，娼馆赌坊都打听了，还是没有一点消息。他已经10余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不是梦见阿武湿着裙子站在水边，红着眼圈说自己要回大泽，就是梦见不通人事的阿武被人戏弄轻浮，还一脸懵懂地对那人笑。他也猜过最差的结果是秋汛水流湍急，阿武溺了水。小桃那婢子素来懒怠，手脚也不干净，当初把他只给阿武伺候时，得了一点机会就要偷懒欺主，也就阿武好说话，往往被小桃欺负或是偷盗，也不懂得与他计较。所以到底是被人拐走了，还是在水边玩时失足溺水？小桃的话不可尽信。最令他揪心的一次是有线人说娼馆来了个雏妓，与阿武的画像几分相似。孟慈军才洗目，头发未干，抓起佩剑匆匆赶去。马儿嘶鸣，夜间的露水沾湿衣襟，耳边风声烈烈。孟慈军一直在想，如果是阿武，他要怎么办？他是你妻，自然是娶她。孟慈军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，可是定下心来，自己唇角也忍不住勾起。娶她？对，就娶她。阿武本就是他的未婚妻嘛。这一念起时，月亮也穿破云层，照得他心中豁然明朗。这些日子，阿武离了他，他才后知后觉的失魂落魄。其实从初见阿武，被他从山中救起，自己明明第一眼就心动，只是他太傲慢，一直觉得山野间长大的阿武配不上自己。那温娘怎么办？自然要向王上请罪，再将他送回家中。此番选秀，王上只留了一个平民出身的良家，素来严苛的太后也不置一词。宫里都说王上骄纵的那位王后连秋寿都带着，本以为要害的王上与太后母子失和，谁也没想到那位王后竟然很得太后的欢心。王上和太后对那位王后是很满意的，想必也不会追究温娘的出逃。差人将她安全地送回家，自己也算尽了当初少年邻家的情分。楚馆入夜，靡靡之音。纱帐后是女子哭泣尖叫的声音，让孟慈军心疼的难受。一剑斩断门锁，劈开那垂下的纱帐。他解下披风，将阿武在怀里盖得严严实实。别怕阿武，我带你回家。只是做了个噩梦，不要哭了。孟慈军性子喜结，他以为自己会犹豫，会退缩，会嫌弃，可是将阿武紧紧抱在怀里时，什么孬种的念头都没有了，只剩心疼和自责。害得阿武落到这种境地的人，就是他自己。如果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拖着他，如果当初毫不犹豫娶了他，他就不会负气出走，就不会遭遇这些折磨。回去我们就成亲，我们就回大泽祭拜阿爹，孟慈军再也不会让阿武伤心了。孟慈军红了眼圈，却看见怀里人探出头。公子说的什么话？自己关心则乱，这继子根本不是阿武。回去时，月亮寂寂照在路上，雁阵声寒，叫得人心肠欲断。若是阿武在，一定会高兴地指着天上，说自己会吹让大雁都能回头的哨子。当初不该打断他，应该听他说说话的。孟慈军颓然躺在榻上，松烟说方才宫中有旨，明日秋寿，王上要主子一同去呢。他揉了揉眉心，没有心思秋寿，却还要振作精神伴驾。第二日，孟慈军起得晚了，匆匆赶去猎场时，就听见众侍卫簇拥着王上和那位王后的背影。孟慈军跪在地上告罪，那日不是臣妹，是臣的妻子走丢了。臣实在后悔不曾对她上心，如今祖母也急得卧病，臣昨日寻她，一夜未眠，才误了时辰。王上正专注听那位王后说话，没有注意到孟慈军。见到天上的雁阵，那位王后折了叶子捏成哨子，想吹给王上听。忽然他想了想，哨子放在唇边，又放下来了。不吹了，
会耽误他们去南方过冬。等春天他们回来，阿武再吹给王上听。孟子君如遭雷击，猛地抬头看着那位王后，那背影和声音与阿武一般无二。王上宠溺地看着他，听他喋喋不休地说话。那位王后指着河流说，从前在山上迷路，阿爹就教阿武沿着河水小溪往下走，就能找到家。所以每次阿武难过想家的时候，就沿着河边走。王上笑得温柔，握住了他的手。秋训水兄，阿武不要沿着河边走，阿武想家的话，吾会陪阿武回去。阿武水性很好，还就过人呢。素来温柔宽厚的王上想了想，竟然笑得促狭。那阿武爹爹没说过，秋天的河里有吃人的大蛤蟆。吃人的蛤蟆？是啊，王都秋天的河里有半人高的蛤蟆，最喜欢掏人心来吃呢。王后似乎信了，小心地往王上身旁缩了缩。王上回头望着孟慈君笑道，孟慈君，你方才说你的妻子如何？说话间，那位王后回过头，却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那张脸。她怔怔地看着阿武，臣的妻子。阿武在王上身边，高兴地冲他挥了挥手。孟慈君，你来得正好呢。王上，阿武想求您给阿武和孟慈君赐婚呢。话音刚落，孟慈君和王上都怔住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孟慈君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而王上连秋瘦也不瘦了。王上寝宫内，我忐忑地看着沉默的王上，又看看跪在地上的孟慈君。阿武说错话了吗？阿武没有说错话，不要怕。王上的眼睛依旧是温柔的，凤凰佩静静躺在他掌心。阿武明白这凤凰佩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点点头，明白，因为我的玉佩摔坏了，所以您送了我一个好的，不是吗？王上怔愣许久，明明还是笑着，却无端有些落寞。阿武说的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王上落寞，我的心里好疼好难过，像被荆棘藤缠住了脖子，还叫大雁啄了2下眼睛。所以阿武进宫是想跟吾告状，要孟慈君娶你是吗？看着王上的眼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阿武想撒谎，想说不是，想让王上的眼睛不要那么落寞。可是阿爹说不能撒谎，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人，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。5年前我就答应祖母，也答应孟慈君要嫁给他了。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，不能反悔。是。见我不安，王上想伸出手摸一摸我的头，似乎觉得并不合适，又缩回了手。吾明白了。王上将凤凰佩和方才秋瘦时折的叶少子一并放入我手中。阿武的心是天上的大雁，想飞去哪里就飞去哪里。王上和阿景都希望阿武自由快乐。王上前些日子告诉我的，私下叫我不必称王上，唤他阿景就好。那枚凤凰佩在他手中放了许久，触手温然。我怔怔看着王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红了眼圈。我还想伸出袖子擦一擦眼睛，忽然想到王上不会再给我新衣服穿了，这是王上给我的衣裳，要爱惜着穿，不能拿来擦眼泪。还是王上递给我一方帕子，温声哄我，阿武别哭，阿武没有做错事。王上念起旧事，恕了孟慈君的罪。吾从前养了一只小猫，母后很不喜欢，她说为君者怎可耽于玩物。吾就藏在寝殿，偷偷的养，可是后来查课业，吾将它藏在了香笼里。母后似乎发现了，故意留了很久很久，等母后走了，小猫也闷死了。吾那个时候就明白，不论是小猫、豹子还是嫔妃，都不适合养在王宫，也不适合留在王上身边。孟慈君与我离宫时，天色昏昏，还下了一点点细细的雪，风裹着雪花吹进马车。孟慈君怕我冻着，要放下帘子，我执意不肯，眼巴巴地望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宫墙。孟慈君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像珍宝失而复得。他说我们回去就成亲，喜服要用最好的缎子，糕点要用足了蜜和糖，还有宴客的酒就选最香最沉的酿。他说的那些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我闷闷地想，我走了，今晚谁给阿景讲故事呀？婚期近了，眼见着孟家一点点布置起来，喜气洋洋，祖母的病也好了起来。可是我病了，离宫后我连日的发热，吃不下东西，换了7、8个医者都说不是病，
只要姑娘肯吃东西就会好。孟慈军变了花样给我买好吃的，桃花酥、杏仁酪，都是我平日里最喜欢的。孟慈军坐在床边，一点点耐心地喂我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闻到了我就反胃，趴在床边剧烈的呕。我病了这几日，绣娘量了3次衣服，尺寸改了又改，总是又瘦了。医者说不是喜，也不是劳，他们说不清楚，可是我自己明白，大约是那日离宫的风雪都吹进了心里。因为身子太虚弱，我常常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梦着。我明明看见春暖花开，南回的雁群从头顶掠过。当我握着那枚干枯的叶哨，追着雁群出去时，才恍惚发现自己衣衫单薄，赤着脚站在雪地里。宫里来的医者说是离魂症，要人血入药。孟慈军的手臂上已经找不到一处好肉，他焦急地问医者：“这病能治好吗？”从前太后也患过离魂症，吃了药是好起来了。医者是真的手一顿，又说如今王上也患了一样的病，可王上和阿武一样不肯吃药。我像困在茧中太久，已经听不太清旁人说的话，却听见这句王上也患病，还不肯吃药。我怔怔看着门外风雪，不知怎么就泪流满面。漫天大雪呜咽声中，我的病又犯了。不顾婢女们和孟慈军的阻拦，我跌跌撞撞推出门去。他们骗我，哪里下了雪？眼前无风也无雪，是很好的天气，正适合去见阿景呢。天上一轮澄亮的月亮为我照出一条宁静流淌的小河。我的阿景，我的王上就在河流尽头，对我温温笑着。孟慈军极力拉住我，却被祖母拦下来。你不放阿武走，会要了他的命。孟慈军怔怔地看着我的背影，我烧得太厉害了，竟然看见王伯伯驾着马车过来。我踉踉跄跄地抓着王伯伯的衣角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王伯伯，阿武好想王上，可是阿武是个说话不算话的人，王上一定讨厌阿武了。王伯伯心疼地将我搂在怀里，不住地拍着我的后背，竟然也哽咽了。孩子，不哭啊，伯伯的心都要被你哭碎了。阿武是病糊涂了，王上从未讨厌过阿武姑娘呢。阿武大约快死了，因为阿武见到王上了。当初阿爹病死的时候，我一直哭，阿爹就说他看见山鬼娘娘带着赤豹来接他了，他要去过从前过不上的好日子了。那阿武也一定是快死了，才见到了梦里才能见到的王上。可是梦里的王上怎么也是病着的。王上握着我的手，同榻而眠。昏迷的王上手虽是枯瘦温热的，竟然让我睡得安稳。第二日醒来，我连药和饭都也吃得下了。更好的是，医者说王上的脉也稳当了。第3日，太后传召了我，她冷着脸叹了口气：“吴当真是太纵着你和王上了。”又看见我瘦得脱了相的脸，太后终究没说更生硬的话，她叹了口气：“阿武，当王后是很辛苦的，你明白吗？”我用力点点头，只要能留在王上身边，阿武愿意学。太后严肃地望着我，王后要行事端庄规矩，规劝王上，后半生都在宫墙之中，不可自在专行。吾不想看见一个想万民供奉却弃子民不顾的王上，一个钟鼓馔玉却口口声声要乡野自由的王后。吾相信你可以学，可将来王上后宫佳丽3000，你难道不会心生怨恨？难道也要一个个学吗？这些事情病得糊涂时，我就想明白了。阿武说不出很多道理，阿武只知道从前跟着阿爹在山里打猎时，很羡慕山下的农夫，他们不必赌一天的运气，盼着兔子和野猪上当，因为土地不会骗人，只要播种就会长出庄稼，农人就不会像猎户一样，运气不好就饿肚子。后来山下的农户跟阿武说，很羡慕阿武和爹爹，猎物在山里自己长大，布置陷阱那么轻松，猎到的皮毛还可以御寒，不必像他们伺候祖宗一样伺候庄稼，提防天灾虫害，提防米贱税重，过冬都没有御寒的衣。阿武心里明白，不论是农户还是猎户，平民的妻子还是宫里的王后，这世上没有谁两头便宜都要占的。阿武能日日见到王上，吃精米穿好衣裳，已经是天大的便宜了，再贪心是要天打雷劈的。至于后宫佳丽3000，阿武也想好了，若是冬天来了，阿武的心是大雁，想飞去哪里就飞去哪里呢。母后，后宫佳丽3000，您把阿景想的那样坏，也把阿武看得那么低。
我猛地回过头，我的王上，我的阿景一身单薄衣衫，虚弱地被工人搀扶着。他站在冬日融融的光里，不言眼中赞许，冲我笑道：阿武说得很好呢，阿景都听见了。我的眼泪又不听话了，王上就笑我：阿武别哭了，又要哭成小花猫了。太后留我下来用晚膳，又勒令王上回寝殿服药。太后真是很厉害的人，她竟然连我喜欢吃桃花酥和杏仁酪都知道。见我崇拜地看着她，太后勾起唇角，不以为意的冷笑：阿武喜欢吃这些倒不要紧，可不能喜欢吃糟鱼。为什么不能吃糟鱼？炸过的小鱼放进酒里糟一糟，多香呀！小猫偷吃了糟鱼，就醉得像死了似的。太后喝得多了些，端起酒盏时手也不稳，露出袖下未愈的心伤。她惆怅地叹了口气：阿景，你也把母后想得那样坏？母后没有难为你吧？太后是很好很好的人，她帮阿武想了好多。母后说的那些规矩，阿武不想学就不必学。蒹葭宫中烛火莹莹，照见我的王上，眉眼都好看得叫人心颤。太后要阿武学规矩，阿武不难过。我低下头，忽然发现自己说话也结巴了。可他叫阿武不要喜欢王上的时候，阿武好难过。天香的工人低下头，忍不住笑。我的王上红了脸，轻咳一声，遣散了伺候的工人。殿内又只剩我和阿景了。我想到了医者说的，王上不肯吃药。既然病了，为什么不肯吃药呢？阿景在想什么呢？王上笑着望我。病得很重时，常常能梦见阿武，梦见被毒蛇咬一口，大泽乡里面的阿武姑娘就带着药草来看阿景。梦见春暖花开，阿武折了一片叶哨，吹给阿景听。他所说的梦境与我的别无二致，一生一世陪着阿景，做阿景的王后。阿武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阿武明白，不是接过凤凰佩，也不是穿上王后袍，是阿武愿意认真学，是阿景愿意认真教，是阿武讲一辈子也不会腻，阿景听一辈子也不会烦呀。说到阿景认真教，阿武认真学，我想到了那天王上听了故事回了寝宫，第二天周姑姑就给了我一本册子，说学会了里头的东西，王上就会喜欢阿武呢。那册子的小人变着许多样子打架，我看不懂，就从床下翻出来问阿景：阿景，你教教我呀？阿景红了脸，要摁住我翻册子的手，轻咳一声：你不懂这些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我当然不肯，学着第一页的样子，翻身压在阿景身上，像小豹子一样，骄傲又威风凛凛地看着他。不好，阿武现在就要学。阿武肯学，阿武样样都肯学呢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